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ET Love 女侠小爱的频道。之前呢，我们有深扒过古埃及最出名的法老，就是戴着黄金面具的图坦卡门。那么宝贝们觉得古埃及最传奇的女王又是谁呢？你脑海中是不是马上跳出来那个谈埃及绕也绕不开的名字——埃及艳后 Cleopatra？ 传说中她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绝色美女，被莎士比亚誉为是旷世的性感妖妇。她斩男无数，有着魅惑人心的力量。埃及人赞美她是救世主，为国家争取来了20多年的独立和和平。但是罗马人却痛恨她，因为她差点让罗马成为埃及的一个行省。那么为什么古罗马最强大的精英男们一个接一个的都像被下了蛊一样，任由他操纵呢？今天我们就来深度八卦一下这位高段位撩汉界的鼻祖。据说熟练掌握本期内容的要点，姑娘们可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比肩吴千语，超越熹贵妃；男士们则可以自卫保命防身哦。哈佛商学院管理学总结认为，任何事情的成功和失败原因一定都是多方面的。艳后的成功呢，也不例外。我觉得最基本的原因是她的个人条件实在是太优秀了。我们就先从大家最关心的外貌说起吧。基本上现代电影里边可以来扮演她的，都应该是最顶级美貌的女演员，比如伊丽莎白·泰勒、盖尔加朵，或者是赞达亚。但是现代科技还原她的样貌是这样的，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看了大吃一惊？这根本就不是传说中的倾国倾城、风华绝代呀，也就是一般美的长相吧。而且这还牵扯出了一个历史上巨大的争议，就是他还有可能是个黑人。包括我的一个宝贝也对埃及法老王后的肤色提出了疑问。我们都知道埃及艳后的父亲是托勒密12世，所以他一定有古希腊马其顿人的血统，就是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东南欧的基因和长相。有历史学家认为他的母亲可能是 Cleopatra 5世，但是至今无法确定，所以不能排除是本地的埃及人哦。那么他的肤色就真的有可能是浅色的，有可能是棕色的，还有可能是黑色的。因为没有发现他的木乃伊，到现在这个巨大的争议基本无解。不过即使给你一个木乃伊，你能看得出肤色吗？这个问题上，白人和黑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为了避免种族主义，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去自行想象，咱们还是1000个人心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吧。但是不管是哪个人种的女生，都有自己独特的美哦。肤色问题上基本无解，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艳后有着美妙的声音。我就在想啊，是夹子音吗？还是说像志玲姐姐那样很娇媚，让人不知不觉的被吸引？萌萌，站起来，站起来！而且她的身材绝对的玲珑，据说她室内活动经验丰富，技术高超，可以满足大家的想象，让人流连忘返。在这里我可不是想擦边哦，这个原因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考古学上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回避的哦。咱们在这里以10分为满分，如果说艳后的外貌可以打8、9分的话，那么她的内在至少可以打到12分，因为她出生在亚历山卓，这是当时世界智慧的中心，而且她从小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泡大的，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哦，可以说是希腊文化的知识中心。这里有亚里士多德的手稿、柏拉图的评论、希伯来生的遗嘱，以及其他世界上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书籍。所以艳后不仅可以说7国语言，而且还在天文、数学、化学、地理、历史、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基本上她就是一个被法老工作耽误了的学者。她太智慧了，是当时整个地中海区域最高级、最有文化和品味的女性之一。据说气质可以潦倒众生，让人如沐春风。这样看下来，应该很难有人不喜欢她吧？
Nice。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一个目标极其明确的人。他的终身目标，他的 purpose 就是维护埃及的独立，不被古罗马所吞并。只要目标达到，他完全可以委曲求全。这就很像当今英国的凯特王妃，为了下沉这一盘大棋，绝对的可以等，可以忍。据说他给凯撒、安东尼前前后后生了4个孩子。生孩子们的时候，这2个男人不仅不在身边，而且连句话也没有。后来都是艳后自己带着孩子去找他们的。不仅如此，当时凯撒和安东尼还都曾经是已婚的 MBA 状态。分析完了艳后自己的优秀和努力，我们来谈谈这2个重色轻国的男人，只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咱们先说说艳后俘虏的第一个罗马男人凯撒。凯撒大帝呢，在历史上可是牛叉哄哄的人物，他就是扑克牌上的方块 K。我们的7月 July 也是从他的名字 Julius 沿用而来的，所以那些叫 July 的宝贝们，感情你们这是要和凯撒大帝齐名的节奏啊！凯撒这个人很有魅力，出身贵族，文武双全，反正就是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什么都好。年轻的时候接受过拉丁文、希腊文、演讲、辩论、哲学、法律、军事等训练。后来又有了多年的法律、财务、祭司、市长、总督、执政官、独裁官等的工作经验。他是罗马的军事统帅、政治家，还是拉丁文散文的作者。和艳后一样，又是一个全能型的小天才。他不断地替古罗马开疆拓土，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所以被一些历史学家视为罗马帝国的无冕之皇，是当时世界上绝对的顶级名流，流量的王者。那句著名的我来我见我征服就是他说的。重点是他还以风流闻名，一生中与罗马上流社会的众多女性交往，据说他至少与元老院1/3的议员的妻子有染。这里补充一下，当时元老院有600席议员，宝贝们你们自己算算，确实是雄激素旺盛，很有精力和征服欲呢。本来呢，他完全可以一路传奇下去的，然后就在公元前47年的一天，他去埃及抓自己的老对头庞培，就遇到了生命中的一劫。没错，桃花劫。这个名场面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就是艳后知道凯撒来了，就把自己用地毯卷饼，不请自来的溜进了凯撒的房间。这是不是让你想起来了邓文迪在 party 上面把红酒泼在默多克身上的那一幕？异曲同工哦。然后这2个伟大的灵魂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对话。咱们不得不说，艳后这个胆识太强了。现在想一下，如果把你放在美国总统的面前，你会说什么呢？我觉得我可能会语无伦次，但是人家21岁的艳后不但 hold 住了场面，配得感十足，不卑不亢，而且2个人后来还进行了进一步深入的交流。Nice。当时的古罗马是士兵和农民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女子最好待在家里，无才便是德。而古埃及就完全不同，这里男女平等，女人可以自己做生意，拥有财产，自由的离婚结婚。所以在凯撒眼里，艳后应该是多代积累下来的自由奔放的贵族小姐的感觉吧。当时凯撒52岁，地中海，长相还原大概是这个样子，老房子又着火，难以自拔。我虽然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征服了无数的土地，但其实我累了，我内心一直以来也都很孤独，和我前前后后4个老婆根本无法沟通。直到我遇到了你，在整个地中海还从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女人，可以这么懂我。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一起谈军事、谈文学、谈哲学。而这个时候的艳后可是有任务在身哦，她必须把凯撒拿下，
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埃及欠了罗马很多的钱，还因为凯撒可以帮自己和弟弟老公托勒密13世争夺王位。他们是不是一见钟情呢？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说两个人是一拍即合。这时的罗马已经占领了古希腊除了埃及以外差不多所有的领土，就是涂中黄色的区域。所以但凡有点强迫症的人都会想尽快把埃及拿下吧。神奇的是，这次两国领导人单独多次会晤的结果就是凯撒男友力爆棚，放弃了原本占领埃及的计划，免除了埃及的债务，还决定要让艳后登上王位。也就是说，啪啪啪地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不仅如此，凯撒后来还深深地受到了艳后的影响，不仅要把古罗马历从10个月改到古埃及历的12个月，还不想在罗马搞共和国了。共什么和呀？还是当君主比较爽吧。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个致命的原因，在公元前43年的3月15日，他在元老院被众元老刺杀升天。咱们就说啊，这些元老是不是把国仇家恨一起报了？不管怎样，一代枭雄没能守住晚节。就这样，艳后可以说是一下子突然没有了靠山，下了这么多年的棋局散了，古罗马随时可以来吞并自己。可是他的命运就是这么的戏剧。这时候第二个男人登场了，安东尼。他之前呢是凯撒的大将军，最重要的军队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之一。简单来说呢，就是二当家哦。在凯撒升天后，成为著名的后三头同盟之一。真实面孔还原，大概是这个样子。哎呦，突然感觉有点帅哦。因为他当时一直在劳民伤财的打内战，搞到自己后来穷得铃儿响叮当，别说什么武器弹药啦，连士兵的工资都拖欠了好几个月。而当时的埃及不仅有钱，而且还有粮食，所以安东尼急切地召唤艳后，给自己提供战争需要的资金和补给。于是在公元前41年，艳后又一次华丽丽的闪亮登场，开着古埃及的豪华游轮，亮瞎了安东尼的双眼。这就是又一次利用了第一印象的影响。你永远猜不到他今天是什么发型，化什么妆，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又要做什么事情，就是要出其不意，让你印象深刻哦。而且这次会面也给艳后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一定要趁机拿下安东尼，在罗马内部再找一个靠山。神奇的是，在经历了一场单独的会晤后，艳后又把安东尼给啪啪啪的搞定了。如果说前面的凯撒和艳后是两个全能小天才的惺惺相惜，这个后来的安东尼就比较 easy 了。因为安东尼虽然也很优秀，他是古罗马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是只是比较会打仗，就是个偏科的武状元。但是整个 package 来看的话，是比凯撒要逊色很多。小的时候因为父亲去得早，缺乏管教，他就和他的狐朋狗友在罗马夜夜笙歌，过着 playboy 的生活，最喜欢喝酒，开 party， 去赌场，绯闻搞得满天飞，可以说是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哦。他一直被罗马人拿来和凯撒比，感到自己痛苦地生活在凯撒无边无际的阴影里边。哎，这时小艾突然想，这种感觉是不是就像做燕姿的妹妹？这么多年，老娘真的是受够了。所以安东尼迫切的需要证明自己不比凯撒差哦，征服不了凯撒，但是可以征服凯撒的女人嘛。也就是说，即使没有这个安东尼，也会有其他的 Tony 想要找艳后一清芳泽，证明自己。这样看来，安东尼也算是自投罗网吧。接下来呢，艳后不仅投其所好，好吃好喝好酒好女人的伺候着，还给安东尼花了很多的钱哦，给他钱养兵买装备来实现他的梦想。看得出艳后是个勇于付出的人，但是她同样也是个敢于索取的人。她永远知道在任何关系中什么是自己可以给予的，也知道什么是自己必须得到的。比如他就大胆地要求安东尼把之前罗马抢去的托勒密王朝的领土归还，或者是赐给他们的孩子。
割地呢没有什么大问题，毕竟都是安东尼的地盘嘛，自己可以说了算。但是要求他承认艳后和凯撒的儿子凯撒里昂是凯撒的合法继承人，这个事情就闹大了。因为这样的话，这个儿子就有权利可以统治整个罗马了。这就直接威胁到咱们前面说的后三头同盟中的另一派势力屋大维。于是呢，在公元前31年的9月2日，安东尼和屋大维相约在希腊的阿克提姆海上群殴，导致了安东尼战败后自杀。到这里，艳后的2个罗马男人怎么都和自己人反目，好像被自己人搞升天了。排除这点不说呢，相爱相杀的安东尼和艳后一开始是外交、军事、政治、战略的结盟，但是后来生了2男1女，也算是发展出了真的爱情。没想到吧，就是患难见真情，可以为对方升天的那种。只能说到这里，艳后修炼圆满，达到了撩汉的至高境界，无招胜有招。所以呢，之所以艳后成为了一代传奇妖后，也是天时地利人和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凡凯撒和安东尼有一点坐怀不乱的本事，他也不会轻易得逞。当然，我们不可否认艳后强大的 PUA， 不是强大的影响力和卓越的领导力。她喜欢泡澡，是水一样的女人，总是顺势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自己的伴侣，成功地拖了20多年，埃及都没有被古罗马收复。她是一个名副其实的 survivor， 可以说寡人真的是为了这个国家鞠躬尽瘁，奉献了自己的身心。也正是因为这样，埃及艳后绝对可以算是古埃及历史上影响力最强的法老之一哦。